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设置排版7月份的子弹笔记啦。看这封面图，7月的主题大家应该都快呼之欲出了吧？没错，7月的主题就是精灵宝可梦。相信大多数的人应该都有看过宝可梦吧？暴露年龄的说，宝可梦是我童年的一份子呢。所以7月的封面我选画了最萌主角皮卡丘。这次主要都是以彩笔直接上色，一部分彩笔缺失的颜色则会用水溶性彩铅代替上色，涂上黑黑的眼珠子，再用黑笔描边。一只活泼可爱的皮卡丘就画好了，左边空处写上月份。画好了封面，就来到了月计划。这次的月计划同样是把左页分成了4个区域，左上是 This Month， 用来填写本月的节日和重点事项。妥妥的上班族难免都会期待着公假的到来呢。右上是 Growth， 记录我经营的频道月初和月中的追踪者数据。左下是个人代办，而右下是频道经营的代办。功能类似于 To-Do List， 只是会根据类别分别填开。右边页面则是 Time Log 和 Habits Tracker。这页的英文字我模仿了宝可梦里的字体，里边涂上黄色，然后用蓝笔描边。好了之后就写上8至22时的时间点，之后会在下方用不同颜色的荧光笔涂上专注的时长。靠右边的位置则写上各个习惯的英文首字。两者之间是日期列表对应使用，然后就是 Monthly Review， 记录月份回顾。右页正式进入周计划，第一周只有2天嘛，所以就在上半部分画了在喷火的小火龙。说到这里，那就得来唠一唠我定夺本月主题的经过。前段时间在一些机缘巧合下，我的一位学生为我取了个恐龙老师的称号。所以就想着上网找找看有没有恐龙相关的合适的素材图，结果都没怎么找到戳中我的。本来就快放弃这个决定的时候呢，突然脑里就闪过了小火龙，刚好今年还没有画过黄色为主的封面图，心想那不如就来画一画精灵宝可梦吧。这个月主题的由来就是如此的牵强，但绝对的真实。这个主题说来也和我的童年有那么一丢丢的关联。还记得小时候家里有台旧式的电脑，肥厚的显示器和沉重的主机摆在了客厅的角落。为了避免沉迷和视力受到太大的影响，我妈就为我们制定了周末假日才可玩，一次只能玩2小时的规定。每到了周末，我和我姐就会一起坐在电脑前。当时的网络还不怎么发达，所以我们玩的无非都是电脑里本就下载了的游戏软件，其中就有个配对游戏，难度不算太高，图案也很可爱。印象最为深刻的是，当你配对错误时，它就会发出哦哦的音效。后来长大之后回想起来才惊觉，这款游戏的图案不就是以精灵宝可梦为主题的嘛？想当时玩的时候还不知道每只神奇宝贝的名字，所以当时和我姐一起玩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把小火龙称为尾巴着火的，把杰尼龟称为蓝蓝的乌龟，把妙蛙种子称为青青的，总之就都是外形特征上的形容，回想起来真的是哭笑不得。不过童年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和纯粹。不知道大家童年的时候又玩过怎么样的经典游戏呢？不妨在底下留言和我分享分享哦。多数的人其实都会说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你只管前进而别回头望。但我在这个观点上持有不一样的看法。其实偶尔的回头看过去，不管是美好的或一些不美好的都好，都能够给我带来一股无形的力量。不阻碍我前进的步伐，反而还促使了我前进的动力。不知道大家是属于前者，
不回望过去，只管向前，还是和我一样属于后者，偶尔的回首也能提供前进的动力呢？大家也可以评论和我分享你的看法哦。7月的最后一周只有1天，所以我索性把2周结合起来，把跨页分成8格，右边中间画个胖丁，既美观又不影响到书写空间。那7月的子弹笔记设置就这样完成啦。不知道这次精灵宝可梦的主题设计大家还喜欢吗？宝可梦里众多的神奇宝贝中，你个人最喜欢的又是哪一个呢？又或者和我分享你童年时最爱的经典卡通或动漫，都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和我一起互动哦。希望我的影片对你们有所启发，一起做更好的自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我也是研究